嗨，大家好啊，这里是阿莱夫。今天大众占卜的主题是如何养护你的安全感。这是一个偏向于自我察觉的大众占卜。然后在我们的视频里呢，我们会先看一下你的安全感的来源，然后再看一看现阶段你可以如何去养护它。这里我已经给大家选好了3个指示物，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不想听我接下来碎碎念的朋友呢，就可以点击相应的进度条去到各自的分组了。然后下面呢就是我的碎碎念时间。做这个选题呢，是因为我昨天在跟我的牌对话的时候，就也聊到了安全感的话题。然后我当时我的牌给我的启示，我觉得还挺能戳中我的。我就觉得，这个主题好像很适合做成一个视频，然后就很想分享给大家。为什么它的名字是养护，而不是说建立或者提升安全感呢？因为就在我看来，不管是建立还是提升，这个动作它的能量流动它都是有向的，就是它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目的，然后它其中就暗藏着一种努力，就是好像安全感它是一个需要被完成被达到的东西，然后这种对目的的执念它可能和安全感本身是背道而驰的。而养护这个动作呢，它的能量是没有方向没有边界的，它更像是你站在一旁关照，在轻轻的抚摸细心的呵护，是全然的接纳。而我呢又很相信语言能够塑造认知，所以虽然说养护或者是建立提升，他们最后能达到的结果可能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说的是养护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也多了一些温柔，而或许呢这份温柔它也是安全感的一部分吧。那我就不再多说废话了，我们就分组见吧。第1组的朋友你们好啊，你们选到的指示卡是这个薄荷。好的，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安全感的来源。这一部分你们可以把它当做信息对应，就对照到你个人星盘中月亮的状态。你也可以不把它当信息对应，就把它当做是直接给到你的信息或者指示。那我们来看一下第1组的朋友的安全感来源。宝剑10、宝剑女皇和圆盘5。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安全感会来自于你把事情分析清楚，你把事情的原因脉络都看清。特别多的风元素，就这一组的朋友非常需要沟通，而且这里的宝剑10就是有针锋对麦芒的辩论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这个宝剑皇后，让我觉得你们对清晰这件事情它的要求会很高，就是如果你们被误解了，你们很希望要清晰的去阐明你们真正的观点和立场。然后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能分析不能理解它的原因，你会感到很纠结内耗，你就必须要去看清楚它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就你们对理解这件事情的权重在你们的生命中占比很高，就不是那种情感上的理解，而是说认知上的理解。你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知道它的整个由始到果的整个脉络。而且因为它这里是太阳双子座的能量，你们非常需要去与人交流沟通你们需要去说话，而且它因为
因为首先它又是10号牌，另外它又是太阳的能量，所以你们的这些脑子里面的思辨、对原因的分析等等，你们是需要把它外显的，是需要展现出来的，所以你们很需要去说。就你们的安全感来自于对话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把所有看不清的脉络一点一点的捋清，把所有原因一点一点分析清楚。我觉得它还体现出来另外一个点，就是你们的安全感来源于清晰，是因为你们如果能把原因分析清楚了，你们可能对未来，你们根据这个你们分析得到的结论去预测未来，你们也会更加的有把握，于是你也会对未来更加有掌控感，所以你们会很执着于清晰这件事情。因为它这里出现的这个圆盘5，它也是金牛座的能量，就让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很需要物质现实的确定性来作为保障的，所以我会倾向于认为你们对清晰的追求，它是指向于对物质现实确定性的一个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对物质现实的需求是我要拥有，我要囤积。因为它这里的圆盘5，它就是也有水星的能量，所以其实你们想要的更多的还是去弄清楚它的原理，明白它如何运作之后，你们就懂得了如何去操作它，你们就获得了这样一个掌控所带来的确定性。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其实是非常理性的，就是你们的安全感更多是来源于理性带来的对确定性的掌握。所以如果对应到星盘的话，我觉得这一组应该会是比较偏向于月亮是风向的，就是这里是双子座，这里是天秤座，然后这里有水星的影响，也有可能是月亮处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的朋友，你们要如何养护你们的安全感吧。要多多交流，多创作。愚人牌，金币8。这个不是圣杯10。有很多处女座的能量。我觉得因为你们的安全感，既然它是来源于清晰这件事情，所以你们也不要逆它而为，就是你们也是要去像这里的圆盘8，就是建立秩序，然后去分析、去探索。但是呢，这里出现了一个圣杯3，圣杯3它是水星在巨蟹，就是你们可能之前使用你们的水星的能量，你们更多的是用的是风元素的方式去使用水星，就是你们更多是用理性的方式去分析。但是这里它就提示你们，你们要去养护你们的安全感，你们或许可以使用巨蟹座的方式去使用你们的水星。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不再尝试在知识、在认知层面去理解，而是你们更多的尝试在情绪方面去理解。而且，它这个圣杯3也让我有那种要去创作、去表达，就不是停留在分析，而是把你们的所思所想创作出来。你可以写成文字，或者是你用别的方式去把它转化为输出。另外呢，这里这张愚人牌，我觉得它，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提示，就是因为我之前看到，因为你们这里有一个圆盘5，会让我觉得你们的这样对清晰、这样对逻辑、对原理的分析，是因为你们想要获得一种确定性。但愚人牌出现在这里，它可能提示你们要去试着去接受无限的可能性。而且本身因为你们这几张牌，它也是因为水星它本身就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能量，就你们的安全感其实是来源于流动性的，所以你们需要去与人交流、与人对话。所以愚人牌也是让你们去多去接触新的事物，多去和不同的人交流对话。当你就是见到更多的可能性之后，你可能就不会去太想要去掌控那个确定性了。就好像是你之前想要去追求那个确定性，是因为你可能眼前只看到了这一条路，但如果你眼前的路是无数条，你走 A 不行就走 B， 走 B 不行就走 C， 那你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掌控那个确定性的那一条路了。然后包括它这里出现的这个圣杯十，它是一个双鱼座的能量，也是让我看到你们本身的安全感的需求，它是流动性的。如果你把它变成你去追求的是最后那个唯一的确定性，反而它会限制了你们去获得你们的安全感。而这个圣杯十，它是一个双鱼座，就是边界的消失，就是很多时候你们可能需要的是放松，需要的是不去强求，我一定要弄清楚，你们可以不求甚解。所以当这张牌配合愚人牌在一起的时候，它会让我觉得它在提示你们要更多的去体验，而不是去总结、去经历、去感受，而不是去分析。但它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圆盘8，就让我觉得就是你们的分析它也是要存在的，只是分析和体验它们应该是要共存的。而且圆盘8在这里它会更体现出一种希望你们可以拥有一种秩序，就生活的秩序。就它可能不是说你建立一个很严格的生活的 routine，很严格的一个时间表，你按照这个时间表去执行，而是说你有一种秩序感，就比如说你每天要固定做一些事情，比如每天阅读，或者是给自己做饭，就这些事情它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时间，但它可能是灵活的时间，就是你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有点像降低了你们CPU 的占用率，就你的生活有了秩序，就不用花过多的大脑区去分析这个，因为你们的安全感就是很多是来源于理性的，说明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平时就是脑子里面的想法是非常多，大脑是持续在运转的。然后，所以你把你的生活确定一个秩序，那它就可以腾出一部分的空间，让你的大脑去思考、去分析那些对你来说更有用的东西，然后它就可以满足你的安全感这里对清晰、对思考的需求。然后它这里这个隐士牌也是给了我一个提醒，就是透特里面的隐士牌，它和韦特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点，就是韦特里面的隐士牌，它可能会更多有回避的意思，但是在透特里面，它的隐士牌它是在创造，就它这个避世的过程，它只是在孕育一个结果的这样的过程中必然要有的一段休眠期。所以这里的隐士牌让我觉得他在提醒你们，就是要不能把一切都停留在思维层面，就你的思维是为你的创造而服务的。再结合他前面这个圣杯3，就让我觉得你们必须要把你们的这些所思所想，把它去创造、表达，然后传播出去，去与人交流，用你们的作品去与人交流。
我觉得这组朋友必须要让你们自己流动起来，因为，就这里这个宝剑十，它虽然它是思维相关的，但它也是一个你要在和他人的对话中，这里的他人，不一定是指人，就可以是任何事物，就是你需要是在对话和某物的这样的信息交换中去获得，你的这个思维上的思考，去获得你的对世界的认知的清晰。虽然你们安全感的本质来源是思维，但是你们是非常需要让这样的思维流动、沟通起来的。所以我其实真的很鼓励这一组的朋友去创作，因为你们的创作的过程本身也是你在和世界进行一个对话，这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交流。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虽然你们的安全感它有很多风元素和水星的能量，但如何养护你们的安全感，它这里面也有水星的能量，但是风元素的能量就减弱了。我觉得这就恰恰说明了，虽然你们安全感来自于你们的思维、你们的思辨，但是它却又是要体现在现实的生活中。体现在你去创造，体现在你与人的交互，你与人的情感的相互包容中的。所以这个牌给这组朋友的提示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封闭自我，而是要去开放，就像愚人牌这样，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世界，去体验世界。那这就是给这组朋友的解读啦。谢谢大家的观看。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好啊！你们选的是这个野玫瑰。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你们的安全感来源。这一部分呢，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信息对应，去对照你个人星盘里月亮的状况。你也可以就，只是把它就当做是直接给到你的信息或者提示。那第二组朋友的安全感来源，宇宙牌、宝剑四和圣杯三。第二组的朋友很需要自己的空间和边界感，但是你们又需要与人沟通，你们需要在保持自己、保证自己边界感的情况下去与人沟通。然后这里出现的宝剑四，它也有一些土星的能量，你们对边界的需求是很强的。但宝剑四，我说它有土星的能量，是因为它是天秤座，然后土星在天秤座曜申，所以它的土星的能量是体现在天秤这样的形式中，就是你们很需要的是平衡，是均衡，包括你们对边界感的需求，也是因为你们希望你们的生活不失衡，希望你们的生活不失控。所以这一组的人，你们在保证了自身的边界感的前提下，你们很需要去与人建立链接，但你们需要的不是与他人建立链接的数量，而是说质量。就你们需要与你们建立链接的人是让你们感到舒适的，是不会破坏你们生活已有的平衡的。而且你们需要的也是比较深层次的链接，比较深层次的理解。就它这里是一个水星和巨蟹的能量，就是
既是情感上的互相包容，也是心智层面的互相懂得。然后这3张牌给我的感受都是比较近的。这组的朋友，你们的安全感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就包括你们与人建立链接，你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吵吵闹闹的团体，而是大家可能安静的坐在一起，然后情绪在你们之间自然的流淌。这组的朋友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变化。而且世界牌呢，它也是一个物质的最终彰显，所以其实你们的安全感也来源于一些物质性的保障，包括宝剑4它里面金星的能量，你们是对生活质量是有要求的，有需求的。这也体现到你们与人的链接上，你们对于你们的情感链接的质量也是有需求的。就这里我说的是需求，而不是要求，是因为这是你们天性中本来就需要的这一部分，这不是贪婪，而是说它就是你们必要的一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组朋友，你们如何做来养护你们的安全感。你们需要确定一个结构。它这里一个宝剑6，就像你们这个宇宙牌，它本身也是土星，宝剑6呢，它也是有土星的能量，就是你们需要给你们的生活划定一个清晰的结构。这组朋友就是真的非常需要边界感，就是你们的生活哪一部分是可以分享出去的，哪一部分是必须自己掌控的，你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清晰的圈。然后后面这个圣杯8，它也是一个土星的能量，就是它的土星来压制了双鱼座的漫无边界，就是像我刚才说到的，你们的生活不管是物质层面还是与人的链接层面，你们都是对质量有需求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很需要的就是摒弃掉一些并不能达到你们的标准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养护你们的安全感，你们很需要去看清楚什么是你真实需要的，什么它不是你真实需要的，然后划清界限，对你不需要的东西就尽量去断舍离。所以你们这个牌里面会出现一个宝剑9，就是因为宝剑9它看上去你好像是很冰冷，就是好像你的理性在指挥你去割除了很多东西，但其实这种冰冷它又是对你进行的保护。就这组朋友，你们这个牌里面出现的2张火星的能量，它都是在提示你们可能需要行事更果断，更干净利落一些，因为你们的安全感它真的很来源于这样清晰的边界，所以你们就必须要用这种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残酷、很冷酷的方式去做一些切割。但我觉得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你们要真正的看清楚你们的真实需求是什么，不是说你为了切割你就要刻意的去伤害别人。因为首先你们这里的宝剑6还有这里的圣杯5都是在提醒你们要建立你们的边界的前提是你们要看清楚我需要什么样的边界，就是
两张牌，一张是提醒你们在理性、在知识层面上去分析清楚情况，另一张是提醒你们在直觉层面，你们要去看清楚、看破迷障，去看清楚很多限制性的思维，就很多你所认为的真，它不一定是真。在你们清晰的看破之后，你们再去做这样的切割，就有点像，慢下来去思考、去感受、去明白自己真实的内在需求，然后快起来，用果断的方式去切割、去行动。虽然你们这样果断的行动，可能在外人看来，它会是冷酷的，但基于你们有前面慢下来的这样一个去理解感受的过程，你们能知道你们所做的只是在符合你们自身的需求。然后这组朋友也要特别关注一下你们和物质现实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你们自身的安全感对物质现实、对质量是有需求的，但你们一定要清楚，你们的需求的边界在哪里？因为很多时候，当人在追求、在看到物质现实的积累的时候，你的多巴胺会得到非常好的正反馈，你就很容易在里面迷失。就是你可能你的需求已经达到了，但你会觉得你想要的其实还有更多。所以这组的朋友一开始说的这样一个看破你的边界，也是在提醒你们不要走向那个对更多的要求当中，只去追求你们需求的一部分，不去强求过多。因为如果当你们陷入这种对积累的无限的渴望之后呢，反而你们自身这个安全的边界就被打破了，因为如果你们追求的是去扩张，这和你们本身的对这样一个稳定、有结构、安静的内在安全感的需求是违背的。所以这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去协调好你们和物质现实之间的关系。就你们首先是一定要保证你们在物质现实方面的需求的，就像我说的，这是你们天性使然，这不是贪婪。就你们要注意摒除掉贪婪这样的自我批判，但同时你们也要看清楚到底有多少是你们真实的需求。这个要去平衡中间这个点，就大家可能需要在真实的生活中去自己去感受，但这也是你们的安全感需求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们需要你们的生活是均衡平衡的，就是不能有一个地方它是过于挤，然后另一个地方是过于疏的。我觉得这种对平衡这样的需求，它的确就是一个有点形而上，有点很难在现实的小事中去提炼出一套可复制、可执行的方案的。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想要养护你们的安全感，真的就只能靠不停的实践，在不停的实践中去找到这个度，它就没有那种小技巧、小诀窍之类的东西，就你们必须要在实践中去寻找这个度。但我觉得从这个牌面上，能够得到指示的一点就是我说的慢和快，就是你们去慢的去思考、去感受、去认知、去确定你的边界，然后快速的行动，果断的行动。那这就是给这组牌的解读啦，谢谢大家的观看。嗨，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好啊！你们选的是这个荨麻。那我们这一部分先来看一下你们安全感的需求。这一部分大家也可以做一个信息对应，
就去对照你个人星盘中的月亮星座，或者你也可以不把它当做信息对应，就当做是直接给到你的提示或者信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组朋友的安全感来源。这一组朋友的安全感来源可能更多的来自于自我，就你们自我被看到，自我在这个世界上能立起来，能立住。当你们有了一个确定的自我之后，你们希望你们的表达是能被看到的，你们希望你们的行动是可以创造价值的。这一组朋友的安全感来源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物质现实的基础，但是你们需要的不是物质现实本身，而是你们通过你们的行动、你们的能力来获取到这些物质现实，从而来确认你们的价值。就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最核心的安全感来源还是自我的价值，自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确立的屹立不倒的形象，包括你们展现出来的，你们必须要去表达、去传播你们的思想，你们必须要被看到，你们必须要获得相应的物质的回报，他们全都在围绕一件事，就是我。就这组朋友真的就很明显，就是可能你们的月亮是狮子座吧。然后这组朋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全感的来源是，你们是要动起来的，就是不管现实它怎么样，但是希望一定要永远存在。就你们可能可以在很窘困的情况下，依旧保持安全感，只要你们能看到那个希望。就你们在意的不是现在你拥有什么，你们在意的是你们能够拥有什么。如果你们看不到有机会，可能这对你们来说才是最让你们感到失去安全感的。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当然就不是对应到你们。就这个人他就算他身无分文，他可能现在需要去上街乞讨，但是只要他相信我是有能力的，我是能够创造价值的，他都是快乐的在祈祷的。就还是回到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安全感来源于自身，来源于你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可。所以说，你们会需要希望和机会，就是因为你们知道钥匙掌握在你们手中，所以不管你们拥有多或者少，只要有希望，你们就是能成功的。就你们就是发自内心的相信你们能成功的，但前提是你的那个自我立住了。但这个前提它本身就是有一定难度的，就包括后面这两张牌，就你们真的，不仅仅是你们，就是很多人，他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想要获得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就是难免会把这个标准建立在我所拥有什么或者别人怎么评价我上。所以就是要把自我的价值立住，这一点真的就是很难不依托于外在我所拥有去得到。但是对于这一组的朋友来说，因为你们的安全感本质的来源就是自我价值，所以你们可能比别的人来说更容易做到自我价值不依托于外物而转移这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的朋友要如何养护自己的安全感呢？你们需要挑战。嗯，
组朋友需要挑战，就是在不断的挑战中来确定我可以。然后还有你们过往的经验，就是你们过往成功的经验，它可能就会一直记录在你的潜意识海洋里面。然后于是当你在做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成功的经验就会唤醒你内心那份无名的自信。所以这提醒到我一点，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很需要给自己去找一些成功的经验，就是因为如果你要通过你与这个世界交互去获得成功的成功的经验，它是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成功，或者说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一件事，收到正向的反馈，它不是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价值或者你自身的能力的，就它有很多外在的，包括运气、机遇等等这样的因素。所以说，如果你完全依托于通过正常的和世界交互去获得这些成功的记忆，这样它是很不稳定也不高效的。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可以多做一些细微的小事，细微确定的小事，而且这个事情它最好它的评价标准不是那么不稳定，然后你们就通过做这些小事去让自己来积累一些成功的经验。能做什么呢？因为这组的朋友，你们要去做的这件事，它也不能太简单，因为毕竟你们就是很需要通过挑战来获得安全感。就，比如说你们可以就是做手工，然后你们做手工之后，你们去找一些真正爱你们的朋友、家人，然后去给他们看，哎，看我新做的手工，然后他们说，哇，你好厉害。不好意思，我真的就是想象力太不丰富了，所以我就是举的例子都有点蠢。但是我就是，anyway，就是你们懂得，就是我觉得你们自己听了我这些话之后，你们应该也会明白你们有什么样的小事可以去帮你们积累这样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然后我刚才说到了爱你们的朋友。就是从这个牌也看到，就是你们就是很需要去和他人建立连接，就是而且你们这个与他人的连接还不是，像之前那个组是那种高质量的和少量人建立链接，你们是需要和更广的大量的人建立链接。我觉得更像是你们去展示自己，因为就是毕竟狮子座就是太阳的能量，你们要让自己发光，就是去照耀到一群人。我觉得你们很需要多和人进行互动，并且你们是要去自信的展示自我的，你们是要去发光的。在这样一个发光的过程中，在你们被看到、被喜爱的过程中，你们的安全感就自然而然得到了滋养。但还是我之前的那个观点，就是如果你把评价标准建立在外部环境，它是非常不可控的。所以就是虽然说你们要发光，但你们不要太在意你们发光之后的那个结果，重要的是你们发光这件事情。就像太阳，它发光，它根本不在意它能照耀到多少人，但它就是自然发光了，就自然会有人被照耀到。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太在意结果，就是你们多去做。而且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就是非常具有能量，就你们要养护你们的安全感，你们必须要把你们内在的能量都把它释放出来，就是你们不能把它困在你们的体内，就你们需要去做事情，然后包括他这里这一个权杖八，让我觉得你们要去尝试去做不同的事情，或者你们要做一件事，你们就要把它做到极致，就是做到专家级，就是去深入。
就你们要把你们的能量发挥出来，不管你们是用就是做很多件事这样发挥，还是我就把所有力量集中在做一件事上这样的发挥，就无论如何你们都需要把你们的能量用出来。而且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就真的很有那种狮子座的特质，就是你们不能太严肃，就是你们要包括你的社交，包括你去做事情，包括你去面对各种你们喜爱的挑战，你们都不能用严肃的心态，而是要就是有一种幽默感，就是幽默感就是你不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的事关生死，就是你是以轻松的去享受的心态去做事情，然后你就会自然的产生一种幽默感。当你是轻松愉快的，你的那个能量就能散发出来，你的愉快就能感染到周围的人，然后你就是真的在发光了。而你这个发光的过程，就是可以帮助你确定你自己的价值，就是可以帮助你去，滋养你的安全感的。所以这组朋友这个牌的解读其实就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就像狮子座一样。就可能因为我自己是狮子座，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狮子座。那然后狮子座就是很简单，就是你自己去享受，你去感到快乐，然后你就自然而然所有事情，它都能顺着你的能量的运作方式去发展了，然后所以一切你想要的就都自然而然有了。所以这组朋友就是快乐做自己吧。那这就是给这组朋友的解读了。